今天继续我们的公路恐怖片系列，6个帅哥靓妹结伴自驾出游，却不小心闯入了无情杀手的狩猎牧场，成为了逃生希望渺茫的猎物。本片是于2017年上映的2级恐怖片靶场，专心讲好故事，偶尔过度解读。嗨，我是艾薇，你们的好吗？影片开始就直入主题了，完全没有什么啰里吧嗦的铺垫。在一个风景不怎么优美的山间公路上，一辆 SUV 突然遭遇了爆胎。噗呲，汽车左摇右晃地驶了好一段路，终于斜停在了路边。车上的6个少男少女赶紧下车查看，除了小可爱的头部被撞了一个包外，其他人倒是毫发无伤。不巧的是，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连手机信号都是看着心情来，于是男人们就站了出来。平头哥和卷发哥决定自己卸下备胎，换个新的，说干就干。男人们忙着，女人们也没有闲着。金发妹饶有兴趣的拿出手机拍遗照拍合照。为了发一个朋友圈，金发妹往前走了一段路寻找信号，走着走着，路边的一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一堆干花前面摆了一个空的相框，这是后现代艺术啊！一想不对啊，这怎么更像祭奠用的坟墓呢？金发妹顿时毛骨悚然，哎呀妈呀，赶紧走！这边卷发哥刚卸下坏的轮胎，就从里面掉出来一个扭曲的弹头。哎，等等，这轮胎难道是被子弹打穿的？没有任何预兆，一个轮胎滚下了山坡。金发妹刚从车后走出来，就看到了卷发哥惨死当场。只见卷发哥的头颅被洞穿了一个大窟窿，这画面，哎呀，这把卷发妹吓得连声儿都发不出，身体更是无法动弹。还没等她回过神来，金发妹全身一抖，一枪袭来，她的眼眶中了枪。听见异响的小伙伴们都赶来了，却亲眼目睹了金发妹再中一枪，彻底倒地不起。就那么一瞬间，2个鲜活的小伙伴当场毙命，他们已经闯入了无情杀手的狩猎场，成为了逃生希望渺茫的猎物。大伙吓得哇哇乱叫，还没叫完，迎接他们的就是枪林弹雨，只能连滚带爬的找地方躲藏。但平头哥的肩膀还是被流弹射中了。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正有一个变态杀手在将他们当成活靶子练习射击呢。我估摸着这是个退伍军人，退役生活太无聊，来这找刺激，简直就是变态中的极致。过了好一阵，那个人终于停止了射击，一阵死一般的寂静。平头哥愤怒地拍着车门，大声地咒骂着。黑发妹由于是出身军人家庭，从小就是和枪一起长大，她分析杀手应该离他们很远，听声音或许用的是一把古董枪，而且用了消音器，因此子弹被削弱了速度，所以不用担心车身会被打穿。而小黑在刚刚躲藏的时候来不及跑到车后，只能找了一个树桩躲避。孤立无援的小黑建议大伙一起跑向山坡的另一边躲藏，但眼瞅杀手的射击精度和速度，肯定还是会有人受伤的。平头哥又提议偷偷上车开走算了，也被黑发妹否决了。平头哥忽然想起车后还稍微有点信号，就用自拍杆架上手机，慢慢的探了出去，果然手机上有了一格信号。黑发妹正想着用语音助手拨打911时，又是一枪袭来，手机被轰碎了。哎，这个智商，你哪怕伸出去的时候上下晃动一下，凶手也没那么容易瞄准了嘛。哎嘘，一计不成，平头哥又生一计，想着可以把车挂上空挡，然后往前推一段，不就有信号啦？但前提是需要插进钥匙挂上挡，这个事情一个人是完不成的。于是3人商量下来，黑发妹脱下外套，用树枝架起来，做了一个假人引诱杀手射击。小可爱呢，打开手机摄像头去拍摄杀手的方位，而平头哥趁机进入车里挂挡。计划进行的有惊无险，但最后平头哥居然还是没能挂上挡。失望的他们瘫坐在车后，从小可爱的手机录像里，大伙看到了杀手的准确位置，竟然是在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上面。茂密的树冠上，一个黑洞洞的枪口赫然出现，从瞄准镜里，那个冷静的杀手露出了一只鹰一般的眼睛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烈日浇烤着2个小伙伴的而散发的气味也引来了无数只苍蝇。此时悲凉的气氛愈加浓厚。平头哥想着不能放弃呀，他果断去车的另一边抢到了工具箱，然后奋力卸下了盖子，用它做了一个手臂护盾。此时已经不能叫他平头哥了，一个低配版的钢铁侠上线了。钢铁侠一咬牙，再次进入了车里挂挡，终于在被射中前挂上了空挡，车子缓缓地向下滑去。2个妹子努力扒住车子的轮胎，想让它滑行的慢一点，但是车子太重了，把小可爱一个人甩到了车后。完了，小可爱暴露在变态的视野里了。
果不其然，凶手立刻向他开枪了。幸运的是，连开几下都没有射中，但这也把小可爱吓得直接抱膝跌坐地上。而变态似乎觉得小可爱志在必得，把攻击目标转为移动的车子，几枪后轮胎射爆，车子就停了下来。忽然一片寂静，大家都在懵逼时，黑发妹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大喊：凶手正在重装子弹，此时不跑等待何时。小可爱立刻跑回了车后躲起来，而小黑听到了也赶紧往山坡后跑去，却还是被狡猾的杀手一枪击中了脚腕。小黑忍痛继续跑啊，又是一枪直接命中膝盖，小黑痛不欲生，躺在地上痛哭流涕。你个杀千刀的，给个痛快不会啊，疼死老子了。黑发妹则高喊着一系列自救的方法，脚脚举起来，皮带捆住大腿，不要睡，千万不要睡啊！小黑刚艰难地完成自救，下一秒就睡着了。这时变态的凶手似乎来了点兴趣，不再是一枪毙命，而是想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。回过神，黑发妹这才缓缓解开钢铁侠的护盾，发现钢铁侠的手臂已经被打穿了。好吧，我们还是叫你平头哥吧。黑发妹拿出打火机，烧烫了榔头，在平头哥的一阵嗷嗷嗷中，帮他临时做了伤口处理。烈日当空，大汗淋漓的三人很快便觉得干渴难耐，幸好后座上还有半瓶矿泉水，三人都喝了一点，浑身的燥热才缓解了下。黑发妹把剩下的水扔给了刚苏醒的小黑，小黑好不容易够到了矿泉水瓶，掌心和矿泉水瓶却被袭来的子弹一起射穿了，小黑临近崩溃。而另一边，树冠上的杀手正悠闲地喝着矿泉水，嚼着猪肉脯，很是惬意呀。看上去杀手正是有备而来，剩下的小伙伴们前景堪忧啊。尸体刚开始腐烂，乌鸦就来吃了。平头哥麻木地用石头赶走乌鸦，陷入绝望的两妹子唱起了生日歌，隔空送给本来今晚要过生日的小可爱的妹妹。这也让平头哥回忆起了跟金发妹的种种往事。当时他不顾一切地卖掉了摩托车，准备和她结婚。金发妹当时肚子里已经有喜了，但是噩耗传来，B 超检查下来是死胎。想到这里，生无可恋的平头哥毅然走出了汽车的保护，来到了金发妹身边。他细心地帮她盖住半边脸，亲吻了下，并与她十指相扣，坐在旁边。这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吧。此时杀手竟然没有开枪，我更愿意相信杀手是被触动了。情况突变，山坡后面走来了一头狼，慢慢的逼近小黑。走到跟前，闻了半天，并没有去吃它。毕竟狼在群体活动或者受威胁时才会攻击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平头哥似乎觉得狼都能欺负他们，顿时愤恨地往凶手方向走去，高喊着：“来啊 ，Come on， 老子现在就是钢铁侠！”似乎是上帝听到了他们的求救声。山路那边有一辆车开来了，众人似乎抓到了救命稻草，就连平头哥都挥手大喊起来。然而等来的却是一颗子弹洞穿了他的胸口，戏剧般的病躺在金发妹的身边。与世长辞。那辆车里正在开车的眼镜妹看到前面好像有情况，正准备喊醒她的老爸时，一颗子弹飞来，削掉了她的2根手指。汽车直直的往黑发妹这边疾驰而来，一声巨响后撞到了黑发妹们的车，侧翻在了路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眼镜妹从车里摇摇晃晃的爬了出来，她第一反应就是找自己的孩子，看见孩子躺在另一边生死未卜，想也不想就要走过去，随即一声枪响击中了她的腿。眼镜妹并没有退缩，继续向前，但是又是一枪。母爱总是很伟大的，血肉模糊的她似乎听不到黑发妹的警告，还是顽强的往女儿方向走去。第3枪响起，眼镜妹终于还是倒在了血泊当中。这时老爸也爬出来了，刚想打电话报警，汽车就被打中了油箱爆炸了，老爸也被活活烧死了。眼看太阳缓缓地落下了山凹，2个妹子不能就这么束手就擒，她们准备趁着天黑奋力一搏。想到杀手应该会有夜视镜，或许能用大火的浓烟做掩护并逃出升天。黑发妹用美工刀戳穿了一侧的2个轮胎，并划破汽车的坐垫，揪出了里边的海绵，用机油洒在上面点燃了。很快车子便燃起了熊熊大火，这可激怒了凶手，连着嗖嗖几枪射来，2个妹子惶恐地等待着逃离的时机。天无绝人之路，转机来了。山路的那一边，一辆警车缓缓驶来，原来眼镜妹的老爸还是在临死前打通了911，车上共有4名警察，2个警察手持冲锋枪瞄准了这边。看上去警察已经得知了这里有个手持狙击步枪的变态了，但是在没有得知凶手的准确方位前，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外加信号也不好，刚联系到警局，还没说明原因，一枪子弹就射中了驾驶员的头部，警车失控往前开去，一个警察被甩下车子，暴露在视野中，很快就被子弹射中狗带了。
眼看局势发展不妙，黑发妹说看来警察是靠不住了，要靠自己，计划两人一起跑。但是小可爱却因为恐惧或者还是想依赖警察而迟迟不动，黑发妹干脆一个人跑了出来。本来掩护她的烟雾却一下子转了方向，黑发妹顿时傻眼了。于是心一横，打算跑到树林里躲避，但是没跑几步就被凶手射中了胸口，倒在了地上。我们足智多谋的黑发妹就这么香消玉殒了。小可爱似乎被刺激到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怎么办？连忙一路小跑过来跟警察们会合。两个警察已经知道了凶手的方位，就对着大树那边一阵狂轰乱炸，但是都没有射中杀手，反而一个警察被连着3枪命中。剩下的那个警察来火了，扛起冲锋枪就要上去跟杀手硬刚。愚蠢的他还是没能躲过凶残的子弹，一枪毙命。电影中的警察总是用来凑数的嘛。小可爱此时无依无靠，怒气值顿时飙到了最高点。奥利给！开上警车就往杀手这边急速驶来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因为愤怒、害怕各种情绪下的小可爱开的车也是左摇右晃，但是这一骚操作让凶手根本瞄不准，就算打中小可爱的手臂，小可爱依然没有停下，一声巨响撞到了树干上，杀手被晃得掉了下来，脚还被绳子拴住了，倒挂在树枝上。但是杀手动作麻利，迅速掏出匕首割绳子。小可爱也没有闲着，从车里爬出来就捡到了凶手的枪。割断绳子的凶手稳稳地落在了车头上，并缓缓地揭开了面具。这音乐怎么感觉还有点炫酷？接着凶手居然拽拽的向小可爱走来，小可爱颤抖着拿着步枪上膛，一枪过去，杀手竟然只是晃了一晃。小可爱见状顿时就不干了，老娘可不是吃素的，别看我可爱就欺负我。又是连开3枪，杀手终于不知倒在了地上，走近一看，杀手还有一口气，手里还有把匕首。小可爱踢掉匕首，决定再补一枪，可关键的时候枪还卡壳了。狂暴的小可爱抡起枪托就往杀手的脑袋上招呼。这一天下来，所有的悲痛和恐惧全部寄托在了枪托上，杀手的头部直接被拍成了肉泥，解决了凶手。小可爱看着枪托上的血肉，想起那一幕幕小伙伴们的惨状，又抡起枪往杀手头上砸去。万万没想到，枪里卡壳的子弹归位，一枪正中小可爱的脖子，顿时血如泉涌，跌倒在地。在小可爱从恐惧到自嘲的笑声中，本片结束了。看完本片，我又有一个推测，杀手不光是退伍军人，可能在这条公路上有他的亲人被撞死过，而凶手仍然逍遥法外，所以杀手内心逐渐扭曲，痛恨所有经过这里的人，而那个干花做的小坟墓也是他为失去的亲人准备。这个解释你们觉得呢？不过不得不说，结尾出乎意料，这么低成本的恐怖片拍的已经很不错了，大家没事可以去看看哦。看完本片悟出一个道理，手机信号哪家强，危急关头全着凉。好了，都看到这里了，就顺手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吧，下一部公路恐怖片更精彩哦。素质3年后我要去练习打碟了，拜了个拜。